中国耗资600亿围垦49万亩土地，打造一个海上城市。有不少人担心围海造陆不会破坏海洋环境吗？欧菲工程究竟是功是过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沿海，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海滨城市之一，勾连长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，发展前景广阔。2010年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，两岸贸易迎来高速发展。温州凭借其对台贸易独特的区位优势，迅速成为贸易热门城市。不少台企也借机来温州建厂，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打工。温州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基地，是对台贸易的桥头堡，意义非凡。但温州是典型的丘陵城市，建造在山地中，可用耕地面积少，素有7山1水2分田的说法。大量外来人口涌入，使得本就人地矛盾突出的温州雪上加霜。土地极大地限制了温州的发展，不少温州人只能离开家乡外出工作。但人才流失终归不是好事，新增土地迫在眉睫。于是温州人想到了广阔的大海。温州拥有1031公里的海岸线，海洋资源丰富，围海造陆成了当时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。挖空2座山填海造陆，大手笔令西方国家都惊叹。围海造陆工程通常是在淤积型海滩上，利用一定高度的围堰将海水隔开，将大量沙石倾倒入海，实现造陆或者人工构筑岛屿。此外，也有利用潮汐冲击泥沙淤积成陆地等做法，工艺方法不一。欧菲工程用地选在瓯江滩涂，这里海岸线平直，淤积型滩涂资源丰富，可用滩涂面积近400平方公里，开发利用价值极高。欧菲1期北片是1期工程围海造陆的难点工程，围垦面积6.64万亩，包含4.3公里的北堤、16公里的东堤、2座大型水闸等。设计批准总工期9.5年，概算总投资138.24亿元。2011年，欧菲工程正式动工，1期围垦出13.3万亩土地，加上已围垦的龙湾2期和丁山3期，总共20余万亩，和温州市现有的市区面积相当。2期项目再围垦29万亩，项目资金累计投入约600亿，整个项目造陆49万亩，相当于32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。2012年9月，项目仅用时不到2年就完成了各项评估和方案，正式获得用海批复和开工许可，项目正式落地。同时，2期项目也开始筹备谋划。2020年6月30日，1期工程正式通过浙江省水利厅的验收。工程集防洪、农业、渔业、生态、港口为一体，创造了东海之滨的水上奇迹。2021年，欧菲1期北片工程更是获2020至2021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，被誉为国家优质工程。欧菲工程究竟有多难？欧菲工程所处地址为软土基础，海边风高浪急，远离海岸，环境恶劣，所以创新采用塑料排水板地基固结技术加固海堤，用软土地基真空联合堆载预压，提高水闸地基承载力。浮制式双排钢板桩围堰，总用钢量达1.6万吨，大大提高了孤岛围堰安全性。研制大型瀑布船，解决了深水条件下土工部铺设难题。无数工人不辞辛苦，连续24小时超常规作业，终于在2016年底实现龙口合龙，工程圆满结束，将预定工期提前了1年。工程累计应用新技术23项，自主创新技术34项，获得包括钱江杯大鱼奖在内的国家级、省部级多项大奖。针对传统围海造陆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，工程还采用围海不填海的理念，合理规划打造生态海堤。采用的半灌混凝土生态化设计，在实现挡潮消浪基础功能的同时，利用海洋贝类生物附着，减少了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绿色环保，实现了建筑与生态的和谐共处。欧菲工程1期建成后，形成了39600亩养殖水域、10800亩清洁能源可用海和3361亩耕地，带动了当地农业与渔业发展。引进的150兆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年均发电量1.5亿千瓦，550兆伏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年均发电量6.5亿千瓦。通过优化电力资源结构，实现农业与渔业互补开发，促进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，进一步释放综合开发区经济活力。
欧菲工程彻底解决了温州市所面临的土地匮乏问题，直接带动了整个温州市的经济腾飞。此外，利用欧菲工程构筑的城市防洪体系，大大提升了温州市防洪抗台的能力。经过数次台风检验，保障了数百万人的安全。2023年3月，欧菲2期工程被批复，规划用海面积约35万亩，将打造一个绿色低碳的工业生态园区，助力温州市再上一个台阶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